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六宿文的手相。命里不仅有财有权，还有桃花运。在手相学中，六宿文又称为太阳线，位于无名指下与玉柱纹平行的一条直线。拥有六宿文的人通常性情开朗，心灵悲观，手巧，且有着钱财积存和口福。他们往往具备一技之长，能够通过自己的技能赚取财富。不论男女，他们容易外出闯荡，通过开展事业取得财富。如果六宿文直且伸长，从无名指下的坤宫起，直伸延到乾宫或坎宫，这表明这类人士有勇有谋，恒心毅力足，是出色的指导人物，在经商方面也有利。六宿文的长度将决定其对位置、名声和财运的影响。如果线长，名声可能更为重要，但与金钱运也是紧密相关的。六宿文的分支代表能够创始多种事业，并运营良好。如果六宿文旁边还有同样的纹路，这可能代表有贵人相助，为他们的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除了六宿文，哪些手相还有桃花呢？通常八字人局里有桃花的人，异性关系都很好，即使长得不怎么好看，也有吸引异性的魅力。其实除了八字命理之外，一个人的脸和手掌也有相应的信息。接下来我们从手相术的角度，看看哪种手相术特别好，平时最容易被异性关注。感情线有分歧，感情线尾端出现分叉是手相中的一个特征，代表个人在情感上的博爱特征，即很容易得到很多异性的喜爱。这样的人通常具有较为感性的性格，擅长处理人际关系，因此在社交圈中往往受欢迎。由于他们的博爱特质，这类人容易结识到能够帮助自己做生意的贵人。这些贵人可能会提供宝贵的商业机会或者支持，从而帮助个人增加财富。通过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能够在商业上获得更多的机遇和资源，进而实现财务上的成功。此外，感情线尾端的分叉也意味着个人在感情生活中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魅力。他们可能拥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和迷人的个性，能够吸引周围人的注意和喜爱，这使得他们在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时更加容易获得成功。除了在感情上的优势，这种魅力也会在商业和社交场合中发挥作用。他们的吸引力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的客户或合作伙伴，从而为自己的事业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利益。同时，他们也可能会成为社交圈中的焦点，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关注。总的来说，感情线尾端的分叉代表着个人在感情和社交生活中的博爱特质和吸引力。这种特质不仅有助于他们在感情上获得成功，也为他们的事业和社交关系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利益。金星带，金星带又称情色带，是手相术中的一种特征，指的是感情线上方出现的一条带状纹理。这条纹路通常深又宽，线条和颜色明亮清晰，代表着个人情感丰富，拥有文学和艺术方面的天赋。拥有金星带的人通常具有良好的头脑，能够理性地控制自己的感情。他们能够通过思考和理性分析来处理感情问题，不会被情绪所左右，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智。在与异性之间的感情关系中，他们表现出温柔细致的爱意，注重彼此的情感交流和体贴关怀，因此大多数他们的婚姻都是幸福美满的，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和感情关系。总的来说，拥有金星带的人具有丰富的情感和文艺天赋，能够通过理性的方式控制自己的感情，与异性建立温柔细致的关系，享受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婚姻线，婚姻线在手相学中被认为是可以观察一个人的婚姻生活是否幸福的地方。
同时也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异性关系是好是坏。具体而言，婚姻线清晰深刻的人通常具有较为感性和深情的性格，异性缘也会相对旺盛，周围也不乏异性的关注。拥有清晰深刻婚姻线的人通常具有开朗的性格，善于与他人相处，对周围的人体贴关怀。他们的成功线清晰深刻，这使得他们在与异性交往时更容易得到对方的喜欢和认可。由于这种个性和特征，他们往往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异性，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的开朗性格和体贴待人的态度，也会使得他们在异性中更受欢迎。总的来说，婚姻线清晰深刻的人往往具有开朗、深情的性格，对他人体贴关怀，因此在异性关系中更容易取得成功和幸福。这种特质使得他们的异性缘更加旺盛，能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获得他人的喜爱和支持。双感情线的出现在手掌上确实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当感情线的上方有一条相同长度的平行线时，这通常表示个体的桃花运非常旺盛。这些人擅长与不同类型的人相处，具有出色的人际关系能力。由于双感情线的存在，这些人在创业时往往能够很好地领导团队，拥有良好的管理才能。他们能够有效地协调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使团队正常运作，从而为自己创造出惊人的财富。这种双感情线的特征使得这些人在社交和事业中都能够取得成功。他们具有吸引人的个性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与各种人合作，并从中获得支持和帮助。因此，他们往往能够在创业和事业发展中取得较大的成就，创造出令人瞩目的财富。5. 感情线短，智慧线下垂。婚姻线位于小指下方，被认为是代表一个人婚姻状况的线纹。一般而言，婚姻线如果平直、清晰、长度适中，通常预示着主婚姻会是美满幸福的。这样的线条反映了一个人在感情生活上的稳定和成熟。然而，如果婚姻线下垂，末端开叉、中断或过短，通常被解读为婚姻不太稳定，情感容易变化。这可能意味着个人在感情关系中会遇到一些波折或挑战，导致婚姻不够顺利或者不如人意。即使婚姻线显示出一些不利的迹象，个人仍然有能力通过努力工作来改善和加强婚姻关系。夫妻之间的理解与支持可以帮助克服各种困难，并共同创造出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6. 感情线上出现锁链纹。感情线呈锁链状的人通常性格开朗，善于交际。这种手相特征暗示着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具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和吸引力。由于他们的外向性格和与人相处的能力，他们往往能够吸引到许多异性的注意和喜欢。然而，正如您所提到的，锁链状的感情线也可能暗示着感情生活的复杂性，因为他们容易被多个人所吸引，可能会陷入多角关系或三角恋情中。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故意寻求复杂的关系，而是由于他们对感情的开放态度和吸引力，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同时吸引了多个异性，导致感情生活变得复杂起来。对于拥有锁链状感情线的人来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自己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并对感情关系保持诚实和尊重。他们可以通过审慎选择伴侣，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信任关系，来避免陷入复杂的情感纠葛，从而建立稳定、健康的感情生活。有的人天生人缘好，不管任何时候，身边总不缺人缘的围绕；有的人却总是与异性相隔着，总是与异性绝缘着。其实这不只是和手相面相有关，与你的生活环境也有很大关系。然而这些都是可以后天改变的。虽然手相只是一种辅助的预测工具，但是手形态确实可以提供一些关于个人婚姻生活的线索。值得注意的是，手相只是一种参考，最终一个人的婚姻状况还是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努力和相处方式。
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财福、陆军战的手相、大富、小富、中富以及小康的人的手相。这世界上天生就具有富贵的人并没有多少，有些人命中就注定了，但有些人即使一直奔波，也无法获得。你的富贵程度如何？今天我们通过手相一探究竟。一、小康，当手上的太阳线延伸至感情线，从无名指根部一直延伸下去，这通常预示着个人财富可能会达到小康水平。这意味着可能拥有车子和房子，以及一定数额的存款。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表示财务状况相对稳定，生活水平较为富裕。二、小富，太阳线从无名指的根部一直延伸并穿过感情线，这通常被解读为个人在一生中可能会享有较好的财运或有良好的际遇，能够达到小富的程度。这样的手相特征暗示着个人在事业和财务方面可能会有所成就，可能会经历一些财务上的成功和稳定。一般来说，具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在31岁左右可能会逐渐迎来事业上的高峰期，这个阶段可能标志着他们在事业发展中取得重要的成就和突破，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财富和成功。三、中富，这里面有两种情况。其一，太阳线穿过感情线后，还能弯曲延伸到第二火星丘。其二，或太阳线穿过感情线后，能延伸到月丘附近。遇上这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说明你人生的财富都能达到中富的层次，会有较丰厚的财富。四、大富，现代生活中大富的人绝对是很少的，只是少数，因此大富的手相也肯定很少。比如，只有当太阳线一直由无名指的根部往下延伸，与生命线相交或接近的时候，才可能实现人生的大富。这种情形一定很小，因为一般人的太阳线都不会这么长。其他的，比如太阳线不止一条，又断断续续的，这类型的男女，经济或财富上容易大起大落，或者说太阳线上出现一些交叉纹或是倒纹等情形时，也是存不住钱财的命。当然，财富不是衡量人生成功的唯一标准。比如，有些人有名，有些人因为发明了某些足以影响人类的科技，同样是一种巨大的成就。所以，所谓的成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看个人自己正确的追求以及理想是什么而定。注定大富大贵的手相。一、太阳线往下延伸。太阳线作为手相中的重要纹路之一，的确被认为与个人的成功运势密切相关。它的延伸路径和形态可以提供关于个人职业生涯和财务状况的线索。太阳线向下延伸并穿过感情线的手相特征，被解读为一个人可能会在财务上取得一定的成功和富裕。这种手相特征暗示着个人的生活水平可能会达到中上水平，能够过上相对富裕和舒适的生活，拥有足够的物质条件，不仅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还可以享受到一些额外的美好生活品质，如拥有车和房，事业有成，以及在温饱之余还能够过上一些雅致的生活。二、财帛宫十分饱满。财帛宫位于我们手相中食指的根部，此部位的若是隆起、饱满、有肉，便是财帛宫饱满。而所谓的财帛宫，其实就是关系着我们财运的部位，也可以称作为财库。此部位饱满，意味着你的财库丰隆，也说明了你命中将会获得超级多的金钱和财富。所以，这样手相的人，命中的富贵程度会更高一些，可以成为小富人士，有一定的财富和经济实力，可以算作是小豪门。三、太阳穴延伸到月丘。从手相学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手相中的太阳穴已经延伸到月丘的位置上，太阳线已经穿越过了感情线，达到了月丘所在的位置，
这样的手相充分地说明了你命中的事业运势、财富以及成功运势很好。所以，这样手相的男男女女们，在生活的拼搏中，可以获得大的收获，可以获得很多的钱财，而这些钱财将会成为他们富贵的支撑。因此，太阳线延伸到月丘的人，命中富贵程度很好哦。4. 手掌红润，掌心存水。从手相学的角度来说，手掌红润意味着一个人生来有福，是一个命中福禄双全、有清闲之福的人。这样手相的人当然更加富贵了。若是能够掌心存水，说明他个人的财运相当不错，可以留住财富，把握住财运，因而掌心存水，手掌红润的人也可以成为大富大贵之人。5. 手掌柔软有肉。如果一个人的手掌长得较为厚实有肉，又比较柔软，几乎看不到青筋和血管暴露在外的话，这种人大多属于心灵手巧之人，为人聪明能干，头脑清晰灵活，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得比较出色，非常的会赚钱，在事业上容易成功，一生的财运极好，尤其是偏财运，非常的有投资方面的眼光和天赋，而且身边的贵人较多，每次遇到困难，总有贵人助其渡过难关，赚钱能力强。6. 有贵人线。所谓的贵人线，指的是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清晰的弧线纹，这条纹大多数人都有，但基本上都不明显。此纹长得较为清晰显眼的人，大多贵人运非常好，在事业和生活中经常容易得到贵人的帮衬，因此财运极好，在赚钱方面非常的厉害。女人有此手纹的话，夫运较好，容易嫁到有钱人家。男人此纹清晰，则事业有成，资产丰厚，一生不为钱发愁，日子越过越富裕。7. 无名指长。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长得较长，看上去几乎与中指快要平齐的话，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的灵活，很有智慧和头脑，而且他是能干，很有挣钱的天赋和才华，财运非常好。这种人无论做什么工作，只要足够努力，定然能够做出一番成就，赚钱非常的轻松，积累财富比较快。若是无名指过短的话，这种人一般赌性较强，好高骛远，做事容易急功近利，总想着一夜暴富，最终却辛苦劳累，没有作为。8. 财运线清晰。财运线即是无名指下方的数值纹路，有的人长得条数较多，有的较少，有的清晰，尤其模糊。如果一个人的财运长得清晰而明显的话，这种人财运自然也就非常好，身边赚钱的机会比较多，财路比较广，而且这种人善于理财，对于钱财的掌控能力比较强，懂得合理使用钱财和投资，能够让手里的钱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然后钱滚钱，变得越来越富有。而财运线不明显的人，理财能力较差，财运也不好，赚钱非常的辛苦。9. 手掌有财库。手掌中的财库指的是手掌心的纹路交叉成三角形或方形的闭口，长有这种手纹的人比较少，即使有，好多也是模糊不清。掌中财库较为明显的人，一般财运极好，属于天生的富贵命格，挣钱也比较的容易和轻松，不用太辛苦，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而且这种人一般不喜欢受人管束，不喜欢替别人打工，喜欢自己创业，凭借着自己的才能，往往能够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收益不菲，日子也是越过越富。10. 财运线深直。财运线深直的人通常被认为是财运极为旺盛的，他们可能会有意外的财富收入，甚至可能一夜暴富，从而过上人上人的生活。这些财运线的人可能会有各种方式获得财富，比如继承巨额遗产、中彩票大奖，或者是在拆迁中得到丰厚的补偿。此外，他们通常慷慨大方，乐善好施，善行善事，可以积聚福德。通过不断行善，他们自然能够得到上天的庇佑，为自己的财富之路注入更多的好运和福报。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财运线深植可能预示着财富的获得，但个人的成功和财富还是需要适当的机遇、努力和智慧来实现。因此，持续的努力和明智的决策仍然是保持财务稳健和成功的关键。最后，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手相只是一种辅助预测工具，不能完全决定个人的命运。尽管拥有众多发财手相的人，他们可能预示着财富的积累，但最终的财富还是需要个人通过努力、智慧和适时抓住机遇来实现。因此，持续的努力和明智的决策仍然是实现财务成功的关键。好了，今天的分享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女人手上这条线绕手腕，晚年可享高寿，子孙满堂享富贵。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的手相都是不一样的，并且从手相中可以看出，这些纹路其实也隐含着生命的秘密。在生活中，我们总能碰到一些会看手相的人，那么他们究竟是怎么看出来的呢？不知道大家好不好奇？今天要告诉大家一条手腕上的秘密，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吧。一生命线，如果手腕上有着一条线的人，那么恭喜你，你是一个快乐、健康、长寿的人。如果这条线上有小小的断成两条线的朋友们，那就要在生活中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了，不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但是如果这条线断的不止一个地方的人，大家就要注意，这代表你的童年的路会比别人走得困难一些。二、财富线，如果手腕上有这条线的人，并且是平平顺顺没有断掉的人，那么你这一生也许不会大富大贵，但绝对会让你不缺钱花。三、名人线，上面两条基本大家都会有，可是第三条就不一定了。如果有这条线的朋友，并且中间也是没有断掉的，那么你在今后的人生中肯定会名声大噪，并且成为对社会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大家的手腕上都有这三条线吗？四、十字纹，手腕线第一线中间如出现十字纹，表示此人年轻时生活艰辛，经过自己不断努力，终晚年顺利，事业上必能大发，财富和健康都能有很大收获。五、正尖角形，手腕线上有其他线所围成的正尖角形，但非三角纹，表示此人将因头脑聪明或特殊的天才或是幸运而获得巨大财富。链状纹，手腕线第一线呈链状，而其他两线优良，表示此人年轻时不够乐观，甚为劳碌，最后必将获得成功。六、星纹，当手腕线上出现星纹，并且纹路清晰，表示此人将有一笔不小的外财，可能是偶遇发财良机，亦可能是赌运特别好，牌桌上有所收获。七点三角纹，当手腕线中心发现三角纹，表示此人祖业丰厚，能继承遗产，一生运势较好，多走仕途，是达官显贵之人。手腕上有三角纹的人天资聪颖，在事业上能有不小的作为。八、倒纹，当手腕线上出现倒纹时，表示此人身体状况不佳，精神萎靡不振。倒纹象征纵欲无度，手腕线第一线上出现倒纹，其他线并无倒纹，表示年轻欲望强，中年之后开始收敛，精神转好，运势也变得平顺。九、手腕线呈交叉状，若手腕线呈交叉状，杂乱无序，表示体质差，身体爱有小毛病。女人亦有经期不调的问题，受孕困难，子女缘浅。男人有肾虚的问题，应多加调理，注重养生。十、手腕线断断续续，手腕线不连贯是气虚的表现，女人亦有卵巢问题，男人亦久可成疾。如出现手腕线一段一段的，应该多注意身体，适当的补充营养。
第二，案例分享。第一个，女主面骨藏，肉多于骨，偏营养质，五官也是圆润少棱角，做事毅力稍差，好胜心不强，不利职场，但福运不错。眉弯眼弯，心地善良，心慈手软，善积福报。只是眉稍显稀疏，贵人缘一般，好发善心财难聚。眼神天真，眼距稍宽，内心纯真少防备，易被渣男侵扰，加上面容姣好，更是烂桃花易侵扰，注意防范。还童眼，好发问，也易有假桃花。不过夫妻宫平满不凹陷，眼下子女宫饱满干净，婚后稳定顾家。离肉而直，心正心纯，中年运势行得稳，婚后财运渐长，夫运也足。奴仆宫饱满，和晚辈缘分深厚。唇稍黑，注意肝的保养。下巴稍短，得子晚，晚年运程短。第二个，男人只细指头尖，纹路清浅，是文人体质，聪明敏感，但体质不佳，精力一般，不适合从事繁重体力劳动，所以古代讲这类文人手相是清闲命。四指严丝合缝，能守财之进退，只是十指巽宫财位褶皱明显，财运一般，难有大财。所谓守财，也是因为财不够。财虽弱，但财气满，脑线弯长，聪明有才气，脑线见多条向上的分支，多才多艺，博学强志，适合从事教师、公职类的脑力职业。生命线初期所练，幼年体质一般，后期生命线也没有加深，整体浅淡，成年后体质也一般，运势根基偏弱，建议增强体质，平衡脑力和体力，运势才能稳定长久。感情线平直少弧度，感情中偏冷淡，但是感情线和脑线都见倒纹，异性缘佳，这也和自身多才多艺有关。被动，桃花多，主动追求少。第三个，五官很精致的美女，面相还是弱在了下庭，尖下巴，晚运一般，强在了中庭，鼻高隆泉饱满，鼻泉的配，中年运势强劲。眉眼间有骨质性的气质，聪慧贤淑，只是眼稍大露白，个性稍急躁，也是典型的孩童眼。孩童眼的人容易招惹一些年纪大的假桃花，注意防范。卧蚕莹润，眼带桃花，异性缘非常好，可以说是校园的风云人物，出社会也是桃花缠身，桃花会伴随终生。好在女主鼻高隆有气势，能经得起风浪，个人魅力十足，颧骨饱满有肉，也有周围人的助力，人生高度可期，进娱乐圈发展也是一种选择。只是眼神稍显空洞，神散运也难聚，目前处于迷茫期。樱桃小口含而不露，也是美女的标配，不乱言，审时度势，但有些小家子气，格局难打开。矫情纹也明显，烂桃花干扰多。奴仆宫弱，下巴尖，晚年易为子女操劳，难享子女福。第四个，手掌白净通透，掌丘错落有致，福运根基不错。木星丘、水星丘、太阳丘三宫饱满，像三个小土包，福运深厚，人生高度可期。特别是食指木星丘饱满伴有田字纹，广置田宅，固定资产丰厚。金星丘特别饱满开阔，体质佳，精力充沛，为人也是慷慨大气，是个活泼开朗的人。纹路看干净利落，少杂纹干扰，运势顺畅少阻碍。只是纹路都偏直，为人稍显耿直少圆滑，出入适合的时候容易吃亏上当。从生命线青年时期断开也看出这个阶段有个坎。从太阳线被斜纹干扰来看，和犯小人有关，加上本身是个川长人，川长人易漏锋芒犯小人。小指水星丘饱满伴有钱财纹，沟通能力强，能靠口吃轻松饭。
感情线虽然深刻，但是平直，少弧度的感情说明对亲密关系不太有活力，也缺乏激情。不过婚姻中专情顾家。事业线中年断开后，由帮扶文补充，说明遇到另一半之后，事业基本由对方来打理，家庭由自己来操持。第5个，手白如玉，肤质莹润，典型的女人手，温柔贤淑。手行天图长，勤劳传统，四指严丝合缝，能守财顾家。掌丘饱满厚重，福运根基深厚。小指水星丘饱满，沟通能力强，能靠口吃轻松饭。3大主线清晰深长，少杂文，运势顺畅，少阻碍。特别是生命线深长清晰，尾端绕手腕，一生顺遂，晚年可享高寿。生命线初期见杂文干扰，和六亲缘分稍浅，祖业不得靠。不过脑线和情线间见多个神秘的十字纹，代表环境适应能力强，晚年易和佛结缘，内心平静释然。感情方能有些小问题，感情线中间出现裂缝，见情伤。生命线内侧亲密关系线也是横纹干扰，有过一段门不当户不对的恋情，最终情缘断。女人手上有此纹，必定能成富太太。人的一生是很难抓，摸不透。很多人一生下来就是富贵命，家里就是衣食无忧；有些人就是劳苦命，一辈子只能在贫穷中度过。但是有些人却能挣脱劳苦命运，除了他们的努力外，有些人却还靠一丝气运。命运这一说，有时候很缥缈，有时候也能够猜测。怎样才知道自己有没有气运呢？看手相就知道了。而在女性中，有这几种手相时有9副，具体特征是什么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女人富贵手相。1. 财运现身。财运线就是一条位于小指根部的竖纹，如果财运线伸直有力，说明这类女人特别聪明有能力。她们凭借自身的努力，不管是正财收入还是偏财收入，都是极为可观的。而且她们非常善于做投资，每次都能够精准把控大热的领域，最终必能够挣得盆满钵满。2. 掌中太阳丘隆起饱满。太阳丘即无名指的根部位置，主财富。如果女人的太阳丘饱满隆起，说明她们的正财运势和偏财运势都能够保持不断的上升趋势。她们可以时常得到一些意料之外的财富，比如说买彩票中奖，还能够在职场中斩获出色的工资收入，非常的有钱。3. 手掌财库多。财库指的是手中的掌纹构成的三角形或者多边形的封闭空间。女人手掌财库多，说明她们非富即贵，可能出生于大富大贵的人家。即便自己不努力，光是依靠父母的庞大家产，便能够坐拥非常富足的生活，小日子特别的滋润，令人羡慕。4. 手掌厚实，掌心柔软。如果女性手掌厚实，掌心柔软，说明她们拥有富贵命，一辈子都不用吃苦头，可以赚得特别多的巧钱。她们很聪明，贵人缘相当的不错，在高人的指点和帮助下，总是能够获得前沿的商业资讯。而且他们还特别会理财，知道该如何钱生钱，而且花钱也极为节俭。5. 指甲圆又红。如果一个人的指甲长得近似圆形，而色泽红润的话，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好，整个人气血充足，精力非常的旺盛，无论干什么都会很有活力和干劲儿。这类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严谨，做事认真负责，而且善于打理钱财，善于经营，又不会乱花钱。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都非常的出色，一生财运亨通。如果娶到这种女人的话，全家人都能有收益，大吉大利。6. 掌厚指无缝。在相学中，如果一个人手掌长得较厚的话，这种人大多属于贵人之格，属于难得的富贵手相。若是再加上手指间隙较小，看上去无缝的话，这类女人大多聚财能力非常的强，善于发现和把握商机，待人也比较的诚恳，身边的贵人较多，容易得到身边贵人的助力，尤其是在投资理财方面，很有做生意的头脑，容易发大财，而且一生的运势平稳，不会出现大起大落，必定能够福禄双全。7.
左右双断掌。一般来说，女人掌有断掌的话是不太好的，因为大多数断掌的人都是单手断掌纹。如果是女人双手皆是断掌纹的话，这类女人大多个性极强，对人对己都有种狠劲儿。民间常说这种女人克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类女人性格坚毅，做事坚持，创造财富的能力非常的强，不仅不会克夫，还能够帮助丈夫走向成功，可以兴旺丈夫的事业财运，家中自然也是财源滚滚，能够招财进宝，为家中积累下不菲的财富，富得流油。8. 掌心凹陷。掌心凹陷的女人天生富贵命，财运好，能够得祖辈帮衬。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一般出生家庭比较富裕，很多都是含吃金汤勺出生的，一出生就注定衣食无忧，得到众人的喜爱。优越的家庭条件让他们少吃了很多苦，无论是婚姻还是工作，有家庭做后盾，基本不会遇见什么大灾难。只要自己努力认真，很容易获得稳定的收入，加上祖辈的恩惠，一生的资产不仅丰厚且稳定。这样的女人如果结婚，能给夫家带来好财运，同时也会得到丈夫公婆的宠爱，婚前婚后都是非常幸福的，受万人恩宠，此乃多福之人。9. 手掌厚实。手掌厚实的人无论男女命运都不错，尤其是财运比常人好很多。一般手掌厚实的女人事业运势比较的好，她们有事业心，相比爱情更看重事业。这种女人很精明能干，为人处事圆滑，所以在单位里面也是1等1的领导人物。如果家庭富裕的，就算是走后面，也很快能做出自己的成绩，让下面的人心服口服。如果是家世一般，也能够很快的发家致富，就算是白手起家，也能很快在事业上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事业道路。因为天生对金钱有一种执念，所以也是非常喜欢金钱的，比较物质。只要跟金钱有关的东西都很有兴趣，这也是他们能大富大贵的原因之一。10. 手指圆润。手指圆润的女人看起来就是有福气的人。在手相学里面，确实手掌圆润的女性大多福气都很好，而且家大业大。拥有这类手相的女人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类型，其温柔善良的性格很容易就吸引异性的喜欢，就连同性有时候也会被她们的魅力所折服。这样的女人未来定会容易得到伴侣的喜爱，同时她们勤奋简朴，懂得体谅别人，不会因为安逸而颓废，也不会因为苦难而退缩。家里拥有这等女性坐镇，天塌下来都不会怕，因为有她们帮忙顶着。此外，她们祖先比较有钱，所以家庭背景很强大，就算结婚也能够得到娘家的帮助，非常的幸运。2. 女人手上有哪些纹命好？ 1. 食指上有3约纹。食指的关节处有一道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指节纹有3条，则叫做3约纹。如果食指上有3约纹的话，说明这类女人可以成功嫁入豪门，婚后生活富足无忧，有个会赚钱的老公，他们不需要在外面奔波赚钱，能够成为豪门阔太太。2. 手掌钱财纹多。钱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有很多细细的斜线，也称为理财纹。如果女性手掌钱财纹多，说明她们钱财的来源渠道特别的广，工资收入非常的稳定，丈夫每个月也都会上交工资，她们自己还会经营副业，也会做些投资理财的生意，所有收入都加在一起的话，金额绝对十分可观。3. 2条玉柱纹。手上有2条玉柱纹，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说明这类女性年轻的时候可能经济状况不太好，但是到了晚年绝对特别的有钱。她们可以享子女的福气，而且有机会得到天降之财。面对忽然到来的钱财，要保持淡定的心态，不可欣喜若狂，否则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运势。4. 星星纹。在小指下方的水晶球出现，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横财可得；二是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很不错，可享子女之福。5. 黑子纹。当你的手心有黑子纹时，你会因你对自己所具有的某项才能执着追求而出类拔萃，并且会因此大发其财。小酱汁温馨提示：
当自然握拳时，黑子纹须正好在拳头内。6. 公印纹。公印纹因其像我们生活和工作常见的公章而得名。手相中有公印纹的人，适合从事与政府部门的人打交道较多的行业或者工作，且会因此而成为富翁、富婆。7. 玉桂纹。玉桂纹起于前弓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手相上有玉桂纹的人，意味着事业上有亲和力，善于交际，人缘好，容易受到他人有力之帮扶，故若从事业务、市场、公关等等，必定发财无疑。8. 祖臂纹。祖臂纹顾名思义，说明有此纹者根基不错，亦因得长辈之荫庇，继承祖业而发财，即富二代之类的。这类丑纹起于坎宫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9. 井字纹。在食指下方的木星丘出现井字纹、十字纹等之类的，说明命主在事业上将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并会因此获利巨大的财富。10. 田字纹。在事业线、生命线附近出现田字纹、口字纹等之类的，田字纹说明命主比较适宜从事诸如房产、土地、土产、矿业等行业，而口字纹则说明比较适宜从事培训、咨询、律师等行业，并因此而发财。11. 豪宅纹。豪宅纹位于无名指的下方，在天文线的上方，又称金房子。有此纹者，必发亿万之财，多路进财，易跨行业经营、经营集团公司等等。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